这边如果你是个体力劳动者，你特别有面儿，你如果要是有一技之长，很简单，你去蓝翔驾校学挖掘机，你在加拿大1个小时125，有的是人请你干。你会修柴油发动机，我操，你简直是天神！出门别人就给你记时间付钱，绝对没有人会觉得一个电工的社会地位低于一个银行的柜台经理，绝对不存在这个问题。护士，北京和沈阳各有一个护理学校，只要半年就能学完，这个证书是加拿大认的，你只要有这个证书，随便找一个移民中介秒批你移民，批不下来移民你来抽我。男的更需要。今天说点有用的，就是润学。我刚到中年，在国内事业做得还不错的情况下，毅然决然放弃一切，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加拿大。父母反对，认为我不孝，没人能够理解我想要什么。你讲的内容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我真的想大哭一场。你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因为你可能在家呀，受你父母的这个中式传统父母文化的毒害太深了，你已经入心入魂入脑了，也就是说你被无形中的底层代码催眠了。我们作为中国人，世界观成长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接触24孝这种绝对的糟粕。24孝就是让你没有人格，让你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翟山鹰修的自然禅就是这种糟粕，他老随口就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人生糟粕，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反共的，他只是一个在野共，他成了以后他比共产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文明进化必须是普世价值观深入人心，破除掉24孝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有希望。所有的灵魂，包括你的儿子跟你，包括你跟你的爸爸，都是平等的，不是谁不孝。而且你给孩子养大的过程中，孩子多可爱啊，那比一个 pet 一个小狗小猫可爱多了，给你带来多少乐趣啊。你还整天说，哎呀，我给你养大了，我多不容易。不要说这些话，中国的这套不孝的理论是绝对错误的。还有什么叶落归根，这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只有腐叶才会归根成为肥料，我们是种子，我们落在哪里，哪里就是下一片森林。你必须有一个这个易经里边乾卦里边的君子自强不息的概念。既然我们都是爷们儿，我们都是男人，我们选择带领家族走出来，我们就要君子自强不息，一飞冲天，扎根在这儿，让我们的子女彻底融入到这片伟大的土地上，这片给了我们安全、自由和没有恐惧的土地上，保护我们私有财产的土地上，建设它，爱它，并且把我们的爱传播下去，这才是正途。所以你不要哭了，悲伤的人才哭，你的选择太对了。放下父权和孩子和平相处很难，但必须做，影响移民后半生的家庭状态和个人心理健康。多谢老王。是的，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家庭离婚率50%。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价值观的冲击不单是对孩子，对成年人同样巨大。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原来都不是理所应当的。这个时候，你的三观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混乱。而你在国内熟悉的那种生活模式，熟悉那个环境，一旦缺失之后，你在这边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然后夫妻两个就会吵架。如果合拍呢，会再次恋爱；不合拍就一拍两散了。所以不光是对孩子，对你的另一半也要充满耐心，充满爱。说得很棒，不要把在国内特殊环境下偶然的成功经验奉为经书，让孩子做自己。说得对，因为我都知道我的人生是不能复制的。我身边温哥华有很多大老板，又比我有钱，整天压他们的孩子，想让他们孩子去美国上常春藤啊、爬藤啊，动不动就是你爸爸当年啊，你妈妈当年多牛逼多牛逼的。哎呀，我说你们快给我醒醒吧！你们是他妈的站在风口上的猪，你们是在一个上升的电梯里，你就是做俯卧撑都上了10楼了，因为你们的年龄正好赶上中国最好的时代。你们的孩子到了这边早已经阶级固化了，你们在想让你们的孩子完成你们对你们父母之间的那种阶级跳跃和财富跳跃。比如说你比你爸爸有钱10000倍，你让你孩子有钱1倍都不可能。他能不把你的钱赔光了，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他能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多给你生点孙子，你就谢天谢地吧。你想那么多干嘛？都不知道自己的成功是因为什么的，你知道吧？请问大老王，普通人没啥钱怎么去移民去美加？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实现？大多数粉丝都是普通人。还是那句话，我不支持大家用走线或者用假结婚的方式非法的进入美国或加拿大，因为你每一步都会给你下一步造成障碍。你如果真的是普通人想进入美国或者加拿大的话，这边缺少大量的劳工。你们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定到那么费拉，哎呦，我必须得是刀比利，我必须做 office， 那都是费拉社会的。这边的社会非常的健康，这边如果你是个体力劳动者，你特别有面儿，
极其有面子，绝对没有人会觉得一个电工的社会地位低于一个银行的柜台经理，绝对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你如果要是有一技之长，很简单，你去蓝翔驾校学挖掘机，学汽车修理，你在这儿会过得非常舒服。你只要能开着那个挖掘机，能把那个瓶拿出来放到这儿，瓶拿出来放到这儿，你在加拿大1个小时125，有的是人请你干。挖掘机师傅就是钩机，你会修柴油发动机，我操，你简直是天神！你简直天神！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每2个小时就得喝1次咖啡去，而且一出门别人就给你记时间付钱。还有比如说护士，男的女的都可以考。北京和沈阳各有一个护理学校，只要半年就能学完。这个证书是加拿大认的，你只要有这个证书，你去加拿大随便找一个移民中介，就过来当养老院或者医院的护工。因为很多老人需要抱上床，抱下床，秒批你移民，批不下来移民你来抽我。男的更需要，女的也需要。为什么？男的体力更好，把老头老太太抱上床你很轻松，女的未必能周得动。所以做医疗护工也很好，幼儿园教师也很好，厨师就不用说了，那是中国人的传统强项啊，对不对？所有的这一类的职业技术学校都超过985、211大学的含金量，而你并不用太费劲，你就能在中国找到加拿大认可的这种技工学校的门槛，报名去学，学完了之后拿到证书，用不了太长时间，然后你就可以申请移民。但是有个前提，你的英语必须有一个初级过关的能力，这个我老王都能做得到，你有什么做不到呢？你们学英语可以去菲律宾，并不贵啊。菲律宾的英语学校非常好，因为菲律宾人大部分都会说英语。菲律宾的英语学校的教学水平是超过中国北京的英语学校的。更重要的是，菲律宾考雅思的分数和难度要低于中国北京的这些考点，因为中国人太卷了，菲律宾人家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你学英语的话呢，可以考虑去菲律宾学。然后技术学校呢，你可以在北京啊、上海啊，或者广州或者沈阳找这些加拿大认可的技工、电工啊、开大卡车的驾驶员啊、修理的工人呀、水管工啊、木工啊、钳工啊，都需要大量的需要英语啊，还有英语是基础，所有的我的都是建立在你英语过关的基础之上啊。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来这儿当幼儿园老师，或者你在这儿当农场采蘑菇工，都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工作签证，就这么容易。但是如果你是拿个985、211的，你还真不容易。您好，在加拿大做电工需要什么证件？就是电工那个有个电工的牌执照。如果是国内的电工移民加拿大之后，加拿大认可国内的电工从业资格吗？不认可，你要在这边再学一下，但很简单，2-3个月就学完了，因为你有很强的基础。但是还是那句话，英语一定要过雅思4.54，你到一定的英语水平你才能听得懂，否则人家说什么你都听不懂。而且在这儿电工，你来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人权了，哈哈，那就工会保护你了。100万在温华买不到好房子，谁说的？你怎么定义好房子呀？好房子不是穷奢极欲，而是你住的舒服，你和你所爱的人在那儿有一个庇护所，这就是房子。100万在温华有的是这样的房子，2室1厅、3室1厅你都能买得到，你有什么没有好房子呢？美加移民成本太高，负担不起，考虑到家人生活习惯，可能亚洲比较实际。请问王老师，您说过日本作为移民国家的话会有自己的问题，请问具体问题是什么呢？排外还是经济不好，没有活力？韩国相比会好些吗？日本不错呀，日本还可以。日本的问题就是日本的国民呢比较单一，他的种族比较单一，你不像在美国、加拿大这么容易的被理解和接纳，因为这边人从小就知道各种颜色的，他们的胸怀是非常开阔的大陆胸怀，而日本是岛国胸怀，这是日本的问题。但是日本这个国家非常的好，生活呀、物价呀，现在都非常理想，是个不错的选择居所。如果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做大的战争的话，日本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如果做大的战争的话呢，就另当别论了。那么韩国相比会好吗？你千万别去韩国，韩国还不如中国呢，真的。韩国是个放大号的先进版的东北。你看一个国家好不好，很简单，你看他的总统下台以后是活是死，你就知道他文明不文明了。韩国总统哪一个是善终的？你看人家日本首相，明白了吧？是没办法才去韩国。我身边的中国人出来以后，超过50%适应不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中国人问题，第一，急诊，他总结，第一，急诊，跑去急诊，医生在哪里？我手断了，怎么医生还不来？3天收到快递，各种骂，妈的还是中国好。早上买，下午到，晚上没有夜生活，房子外边天黑后漆黑一片，怎么没有撸串的地方？怎么没有逛商场的地方？浮躁社会，
一切都是浮躁的。我每次回国的时候，我的那些旧部啊、朋友们啊，请我吃饭，我都让他们少点菜。如果咱们只有7、8个人，咱们点6、7个菜，咱们啊多聊聊天，多喝喝茶。他们不行，他们每次都要把那大圆桌摆满，7、8个人，那个菜吃完了能剩3/4，有的还不愿意打包，就是为了表示我对王总的敬仰。您来了，您回来了，我要请你吃饭，我一定要把钱花到了。我心里想，就是韦小宝那句台词，折现吧，你不如请我吃一顿兰州拉面，剩下你给我折现吧。咱们要聊天，咱们找个喝茶的地方，咱们聊聊天多好啊，对不对？你在桌上铺张这么一大桌子，吃完了之后打那酒嗝都是臭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不好。这些人来了加拿大，他会有极强的不适应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几条，因为他浮躁惯了，他的人生不能有一刻的停歇，一旦停下来，他就无所适从。问题2，敏感，动不动就是你歧视我，歧视来源于言不过关，彼此之间鸡同鸭讲，老外骂他不知道为什么，老外跟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然后他的这些行为影响到了人家这边的公序良俗，然后人家骂他就说你歧视我。比如说我有一个老大哥，跟我好了30多年了，他开车的时候吧，他不知道这边并线有一种公序良俗叫 zipper merge。 什么叫 zipper merge 呢？ zipper 就是拉锁，你车在2道并1道会车的时候，一定是一边进一辆，不能说你开得快的，或者你在跟车，前面的车是你朋友，你跟着他，你就贴着他的车，那老外就滴滴滴啊 fuck 你。之后他就觉得人家为什么老歧视我？我跟你说，人家没有歧视你。还有打高尔夫，一定要随身带一个小耙子，带一个小铲子在你的球车里，打完之后要把人家的草坪修一下。好多中国人不懂，打完就走，弄得跟那个狗啃的一样，那草坪，人家球场上的老外，人家就会骂你。这个与歧视无关，这是你个人做了不好的事儿，人家骂你的是个人，跟你的脸色并没有关。不要上升到歧视，这边真的没有什么歧视的。这歧视什么玩意儿？彼此之间早都融合在一起了。3，动手能力弱，不会修车，不会修房子，不会弄花园，这是西人的生活方式。就像老王自己给船做 service， 但是中国人在国内习惯了有人伺候，有人送快递，有人修水管，有人装修，总之有人帮我只要掏钱躺下就好。1半以上会感到郁闷，只有真正英语好、喜欢西方生活方式的人能够感到自由自在。老王就是个适应的典型。这也是你说到我心坎里了。中国是一个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废拉社会，就是他这个社会，他的统治者不鼓励他的个人公民或者居民具备强大的自我动手和 off-grid， 就是 off-grid 就是野外生存的能力。因为你一旦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你的这个个体就会有反抗精神。这就像小孩一样，你把小孩教会了他走，教会了他跑，他就不听你的话了，你回头他就没了，撒手没。为什么？因为他会了。最安全的，作为控制者最安全的是让你坐在小婴儿车上，永远不让你动，这样我好管你。所以中国人呢，被高度分化了，被管理的像蜜蜂一样、工蜂一样，他根本不会交配，他不会干别的，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军队跟美国的军队打仗，你不用问也知道1比1肯定打不过。中国人的个人动手能力一旦增强，你的自信心就会极度的膨胀，因为你觉得你不再弱小了，你可以接触自然，并且跟自然产生良性的互动的时候，你就不再依赖政府的服务和公共的服务了。你比如说老王的农场，很多东西我不用政府服务，包括政府服务有，我让他们给拆了。比如说电，老王就自己安太阳能，因为我爱动手，我自己买的太阳能板，自己安的锂电池，自己安的这个 manager， 自己安的 inverter， 全是我自己动手，这样我充满了乐趣，我1分电钱也不花。当然我前期投资的比他们花的电钱还贵，但是我乐意。这样的话呢，我跟他们吹牛逼，就是说如果哪一天温哥华出现重大的自然灾害，我农场里是有电有水的，你们可以过来，我保护你们，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庇护所。所以呢，这种生活方式你一旦上瘾之后，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的面相都会发生变化。你看老王现在特别爷们儿，然后女人就会特别喜欢你，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的有安全感。我老婆就是特别的爱我，特别有安全感，特别崇拜我，是我的小迷妹。这样的话呢，你的孩子们也是，孩子们虽然有的时候跟妈妈更好，但是孩子们那爸爸不在家的话，晚上都不敢睡觉的。